今天介绍这部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屠夫2》，这真是其中奇，案中案。在一个密林之中，有个脏兮兮的女人正在逃命，看样子她已经遭受了非人的折磨。突然，一个大块头追了上来，女人也看见了他，顿时吓得两腿发软。那可是个人间的恶魔，不跑不行啊！女人很快就被大块头抄近道，从正面拦住，而且他用那双大手直接把女人的脸部罩住，然后使劲那么一捏，哇塞！这就像是西红柿被捏爆了一样，问题是这人要使出多大的劲才能做得到？随后大块头扛着女子尸体回到林中木屋，他和表哥大卡生活在一起，这两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他们手上的命案都不知道有多少起。看完开头这幕，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恐怖片的经典场景，本片到底是在模仿还是会创新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那么这两名恶徒的最终下场是如何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在靠近密林附近的乡间公路上，驶来一辆破旧的二手车，车上有4个人，开车的是大胡子，坐在后排的是他的女友金发妹，而在他身旁坐的是他表弟阿杰，右驾驶位坐的是小胡子。这家伙有点自我感觉良好，时不时指挥大胡子朝那个方向开。大胡子看着他就是一脸嫌弃的样子。他们正着急忙慌地往一个地点赶去，这个地点只有大胡子才知道，但他对谁也不讲。路上3个男人不知为何是发生了口角，大胡子尤为气愤。这个动静太大，还把在林子里打猎的大卡惊动。这个意外来得太突然，大胡子被麋鹿角贯穿了胸腔，完全无法动弹。其他3人就赶忙下车，金发妹就叫上阿姐帮忙，她想把车门拉开救救男友，可是车门怎么也拉不开。小胡子竟然出了一个主意，3人合力把麋鹿拉开。这个行为不但没有起任何的作用，反而还伤害到大胡子。3人只好停手，否则大胡子就会当场毙命。大胡子被麋鹿的惨叫声搞烦，直接开枪打死这头大野兽。3人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突然小胡子冲进车里，把大胡子的枪抢到手上，然后逼问大胡子 Where were we going? Get this off me! Tell me where we were going, and then I'll do it. 大胡子死活也不说，小胡子异常暴怒，就对大胡子一枪爆头。其实小胡子的杀心早就起来，就算大胡子老实说出来，下场也是一样的。金发妹顿时大惊失色，她关心的是他们要去的目的地，再也没有人知道。两人大吵一通。其实金发妹也不是什么好鸟，她竟然和小胡子还有一腿。大胡子戴绿帽那是带到姥姥家去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车子经过，金发妹就想拦下寻求帮助，小胡子就是不愿意，他怕有什么事情泄露出去。最后金发妹也没听他的，不停的挥手。路人好心停下了车，他对眼前的惨状惊到，路人觉得应该先报警才对。金发妹一听就退后几步，留出射击位给小胡子。这两人还挺默契。阿姐一看又要杀人了，他就前去阻止。Get out of here! Josh!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就这会的功夫，受枪伤的路人手脚很快，竟然上车驶离了这个危险的地方。这下把小胡子气得哇哇乱叫，好几次想开枪打死阿杰，都被金发妹拦住。毕竟阿杰是他的表弟，3个人吵完了，小胡子就去把后备箱打开。哎呀，万万没想到，里面竟然有个妙龄女郎小美，头部套着麻布头套。弄了半天，这4人竟然是绑架犯。他们要去的地点就是双方交换人质拿赎金的地点。现在他们决定弃车而走，这里不能再停留了，那个路人一定会报警的。看到这里我有点小感触，这个紧急救人的事情也不能盲目去干，一个不确定就能把自己给伤害到了。恰巧他们的行为被大卡拍了下来，他决定出手搞点大事情。小美走路是磕磕碰碰的，他们就是想走快也是无法办到。另一边，路人行驶了一段距离，由于枪伤太严重，就死在了道路的一侧。另一边，大卡回到木屋，呼叫大块头跟他出去，同时还让他带上镣铐。大卡打算要把那几个人搞定，不久大块头已经跟在阿杰他们的后面不远处。然而小胡子越走越生气，他觉得这次绑架的事情等于是白做了，怪来怪去，他就认为是阿杰这个人不好，要不是他在车上参与骂战，说不定大胡子就不会出车祸。这个家伙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，于是激动的拿枪指着阿杰。 What fucking difference does it make? 小胡子做梦都没想到，
自己会先去领盒饭。大卡雄赳赳的走了出来，刚才就是他开的枪，他还对三人表示了感谢。Gotta admit, though, I liked him. He was my kind of hombre. 然后命令金发美和阿杰人去发生车祸地点，他想去把迷路的脑袋拿回来做装饰品。原地这里就剩下小美一人，他刚开始还不信就剩下他一人，随后走了一段距离，感觉到周围确实没有人跟着后面，不过他想错了。很快他撞到了一堵墙，没错，那就是大块头的胸脯。大块头用手稍微一使劲，小美立即就晕倒。与此同时，大卡逼着两人自己带上了镣铐。他们来到车祸地点，大卡就命令阿杰去把麋鹿的头割下来，然后就让阿杰抱着流着血的麋鹿头往林中木屋走去。很快警察老皮特找到了车祸地点，因为有人报警，老皮特勘察了一番，他发现地上有血迹，然后呼叫增援，随后就跟着血迹一路尾随。另一边，大卡带着两人来到木屋，此时的大卡早已把小美带回来，随后大卡就审问金发女此行的目的地在什么位置。金发妹就在关键的问题上一个字都不吐露，因为他知道 If I tell you, I lose my bargaining chip. Bargaining chip. You looking to make a deal? 接着金发女开出了价码，只要大卡把他和表弟都放了，他就全盘告诉大卡。当大卡知道赎金是25万美刀，似乎也来兴趣，于是就逼着金发女喝几口他们调制的饮料。金发妹可没有那么傻，坚决不喝陌生人的饮料，于是大卡就把枪拿出来，威逼他必须喝掉。金发妹只好照做，很快他就晕倒了。大卡转身就去对付小美，首先他就把头套上锁剪断，彻底把头套扔掉，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没有枪好使。接着警告小美，他在这里是安全的，只要不对大壮的外貌有什么特殊的表情，大壮是不会找他的麻烦。小美恐惧的点点头。随后大壮进来把小美扛到柴房锁起来。老皮特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警察，他循着血迹渐渐来到了木屋的附近。与此同时，大壮把金发女吊了下来，身上画出一些记号，而大卡就把三脚架拿出来，他想一边对金发女玩弄，一边录下视频好日后观赏。金发妹到这份上就不停开口大骂，反正横竖都是死。大卡也毫不客气，直接拿出一把刀对着金发女的胳膊就是一刺，金发女自然是惨叫连连。小美听见了惨叫，直到不能束手待毙，看见旁边的鹿角，于是用双手来回的摩擦，希望能把绳子割断。小美终于把绳子磨断了，但是脚镣还在，正好旁边有2根小铁棍，她就拿过来想撬开脚上的铁镣，没想到还被她做到。当小美走到院子里，就看见金发女被吊在那里，自己是没有能力解救她。而屋内的阿杰就很惨了，竟然下体被大卡割了下来。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小美已经逃了出来，而且她还在房间里拿了一把枪和子弹。这下他的勇气上来，端着枪走到了大卡所在房间的门口。大壮看见了还不服气，想有所动作，结果直接被小美一枪秒了，也不知道死了没死。而大卡就举起手来不敢乱动，小美就命令大卡去把阿杰解开镣铐。阿杰就让小美开枪打死大卡，他知道此人不死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，但是小美做不到。阿杰只好把镣铐捡起来给大卡统统戴上，大卡嘴巴就没有停过，絮叨不断，就像是一个苍蝇似的在耳边嗡嗡作响。小美要是换成其他人早就开枪了。然后两人押着大卡走出了木屋，然后阿杰把金发妹解救了下来。还好金发妹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，大卡以为小美身上没有什么弹药了，就劝她赶紧走吧。小美从口袋里拿出子弹展示，大卡顿时闭嘴了。小美就命令大卡把他们带出这片密林。走着走着，大卡趁大家放松警惕，竟然杀了一个回马枪，用镣铐勒住了阿杰的脖子，双方僵持不下。金发妹就让小美开枪，小美就在犹豫的时候，大卡情绪一激动，竟然还把阿杰的脖子勒断，然后叫嚣着让小美开枪。这个大卡就是个典型的恶匪，小美太心软了，早就应该开枪射杀了大卡。 Give me that fucking thing! Jesus fucking Christ! 这个金发妹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拿着枪竟然又想起赎金的事情。忽然枪声响起，金发妹很快倒地身亡。原来是老皮特开的枪。他走过来简单问明缘由。绑架案的事情他早就知道，而新的这起案件他就要仔细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于是就让小美带他去木屋看看大壮是什么情况。他让小美不要担心，他看完了就会把小美送回去。到了屋内，他们发现大壮不见踪影，这下小美紧张了。
有点把持不住，开始狂叫起来。老皮特一看这也不行了，就用手铐暂时把小美铐在椅子上，他要把大壮寻找出来，必须要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小美高声说他们俩都是神经病，老皮特也不信，他走到户外看见了那把剁肉刀，就仔细的看看，没成想大壮从侧边走上来，又来了个捏爆西红柿，老皮特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小美在屋子恰好看见了这一幕，大壮也看见了他被锁在椅子上，就暂时没去管小美，而小美就把血当成润滑剂，让两只手从手铐挣脱出来，接着在桌子上拿起一把刀，走到门口，没想到大卡还没有死，竟然手里拿着那把枪，对准小美就是一枪，还好小美躲避及时，同时上前就把大卡给劈了，这下他敢于下狠手了。就在这时大壮赶来，小美对着他就是一枪，然后快速逃离木屋。路上小美把口袋里的子弹装填到枪里，大壮就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他的身体太重了，没有小美那么灵活，所以始终也没有追上小美。小美跑到离了车祸地点不远处，这时警察已经在勘察现场，大壮转身就跑了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，看样子还要拍摄下一部。我觉得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。故事的设定也简单，暗中暗，绑匪遇见了嗜血屠夫，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狗咬狗一嘴毛。故事的结尾竟然还有反转，本来这个故事的设定是可以打分3星半或者更高，怎奈这些演员过于脸谱化，演技欠缺，人物的心理描写基本没有，番茄知道不少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